许久没有在镜头前露面的两位哦，林心地也很久了。对啊，对，那今天帮大家带来一支，你一定不晓得，这是去年我们整年度销售第1名的香水。伟霆，你有没有觉得很讶异？有啊，看不出来哦，看不出来。对，但是它确实是2023年，去年对最热销的一支。没错。好，那我们基于对于这个为什么那么热销感到好奇，好，今天要来完成这一部影片。整个网络统计啦，嘿，对，就是这支是第1名。对，那林心地这一支第1名的原因，你们大概可以讲一下。我觉得，它好像有打赏一些就是比较时尚潮流的感觉，因为之前 OSL 的给人家印象就是，鸦片啊，哈，不是鸦片，黑鸦片哦，不是黑鸦片，对不对？然后就是因为味道比较重一点的，然后可能比较女性化一点的，但是它这支好像喜欢的人，男生女生都接受度都蛮高的，对，男生也很喜欢。它的瓶子很好看，对，然后味道给人家感觉就是蛮时尚的。那因为我们也比较少介绍商业香了哦，我们也要花时间来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2023年第1名的商业香。这是连同我们的沙龙香一起在所有平台销售，产出的结果是这一支啦。好，那我们赶快来试一下。好，伟霆先，哇，给你看，介绍个好香水给你认识。喷这里好了，这里，这里，快好白皙。它的瓶子很好看。对啊，就是很时尚的感觉，蛮适合放在化妆柜。对，大 logo， 那这边很像是它的那个就是衣服那种高级定制服的一些那种，就是它的那种，就是金属的部分。放着好看。哇，一开头这个是黑醋栗是吗？好香啊！果甜香，对不对？果香甜甜的，然后黑醋栗的味道。来，伟霆先来。目前比较有点媚的果香。比较媚的果香。黑醋栗，但它没有那么酸到底。对，但是它黑醋栗的那个黑的那个韵味。而且它是不是带一点酒感的？带一点酒。有点像酒酿的这种味道。对，有点酿过的感觉。对，酿过的酒哇，好，来林心地。我觉得它的味道就是有一种，它应该里面带一点很像橙花那一种很清香的感觉，然后再加一点点，我觉得有点像茶叶香。一开始给我的感觉就有。是哦。我鼻子有没有坏掉？我大概有1-2个礼拜没有仔细去闻香水，因为前阵子感冒嘛，然后就为那个就是对，它连续感冒，有一点橙花的那个皮的那个开头，对，但后面就是转那个黑醋栗跟酒酿，是，那我也闻得到它的带一些凉凉的这种凉感在里面哦。那不止味道凉感，我觉得你刚刚喷在手上，到现在也有一点凉凉的，不晓得是不是天竺葵？会不会是刚开始还是刚开始？是吗？我连手现在都凉凉的嘞，不是背后凉凉的。跟这个我印象中不太，因为这支是淡香精，我之前有闻过它的淡香水。2支感觉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淡香精再稍微就是浓郁一些些，然后它的我说的那个茶香感还蛮重，我觉得它的淡香水比较在清爽一些些。OK， 那这一支比较浓郁一些的，它一直有一点韵味的感觉。那伟霆多讲一下，目前这一支你觉得让你想象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你正在用这一支嘞？就最近的天气都蛮适合的。带一点
冷冷的、干干的这种，对，然后又有一点韵味，有点故事的味道。有点故事啊，这个人有点故事。通常我们形容一个人，这个人有点故事，经历过一些感情。是。那有一些波折，好。我最近在看那个李连杰的书啊，对，那我有一个感觉，他这个是李连杰寻找李连杰嘛，因为他十年大家都在网络荧幕上或者网络上没有看过这个人，对，很多人以为他死了，对不对？事实上，我现在看他书才知道他闭关了这些年了，闭关就是去修行的，对，但是。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说，他说他在经历过了3次的死亡，濒临死亡，在短短1-2年之间，哇，那你经历过死亡之后，你再回头来看这一段，你会发现说，有困难的时候，才是最好修行的时候，因为你修行的时候，一定是在你不顺的时候才会去思考。那如果你一路都很顺的话，假如我们一路过得很平顺，或者感情哇一路都非常顺利，你就没有这个感觉了。所以伟霆说有故事的人，真的有点偏水果酒的感觉，对吗？可是它又有一点什么东西都沾一点，然后都没有太过的味道，就是一下又有橙花，一下又凉凉的，一下又有一点酒酿，对嘛，也凉凉的。可是它都没有到很突出，它还是维持在那个微醺的阶段。OK， 那其他算辅助这样。那林心理觉得这个场合是在哪一种场景？我觉得很像是在一个天气冷的时候，然后在一个热带国家。对，热带国家它可能1年4季都是温度是偏都比较高嘛，但是它也有一些季节是稍微凉一点点的，我觉得它就很适合那种时候，是因为我觉得它味道有一点给我带一点点度假的氛围在里面。OK， 我觉得这一支我跟你们想象比较不一样这 YSL 感觉是很时尚，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在中古世纪的地窖里面，那地窖里面它是石头嘛，因为它是以前的房子是石头，真的是10块堆叠起来的嘛。但我觉得这是在地底下，比较透不到阳光的感觉。那但是在这个地底下呢，摆了一场很丰盛的这个餐宴。那里面有非常多的水果啦，或者是5颜6色的果子，或者是一盘一盘非常哇牛、鸡、猪、羊、鱼啦这种非常大盘的，就是一次要请很多人吃的这种场景。那我觉得这配上了果酿的酒，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丰盛的味道，给我的感受啦。还是时尚的啦，还是时尚吗？它跟以往的紫色系的花，或者是鸢尾那种柜姐的那种粉感的时尚花香不太一样。它是喷比较有点韵味的，但也不会说太成熟或太老这样，都不会。那假如说伟霆这一支男生会合适吗？这一支自由不羁，男生还不错，男生不错，因为他微妩媚，但是又还好，他点到为止。还是维持在那个微微的会回味的酒酿感。除了开会以外的场合都蛮适合的。除了是做 sales 卖车吧，高级一点的，我觉得都蛮适合的。或者约会也不错。是，那通常高级一点的业务完成都是在比较特别的场合了哈。我们今天比较时尚一点，跳过那个话题。对呀，约会的话还不错，因为很多男生都喷海洋调。对，就是感觉比较坏一点。是，但是这种天气喷这种会让女生觉得你比较有品味哦。就是男生买也不错。那他去年销售冠军买的都是男生或女生这样，是吗？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有呢。对，还是我因为记录上也有男生买了，但不晓得是男生买来送给女生的。对，我觉得这是男生自己喷来约会穿，女生应该会评价蛮好。OK。因为跟以往的海洋调不同，是感觉又蛮时尚。对，然后这支
它有点像那种威士忌的液体颜色，也是蛮适合的。是，男女我都觉得不错。OK， 好，林心娣，那这一支你推荐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场合，我觉得这支它还蛮实搭的，就是除了就是夏季，你就是因为它味道稍微比较重一点，我觉得它可能很热的时候不是那么适合，之外的时间都蛮适合的。OK， 不管是白天或晚上，我觉得都可以，因为它的香气就是我觉得它可能是在阐释，其实它这支是叫自由不羁，可能是在就是诠释，因为大家每一个人对自由或是那种不羁的感觉会不太一样。那像我可能觉得说，就是这个味道会让我联想到我们可能在冬季度假的时候的感觉。其实其实有那个放松的感觉在里面。那像刚伟霆有觉得说它有一点酒香、果香、酒香，我没有闻到类似。就是比较那么偏酒，因为我会觉得它稍微对我来说在比较像热的那种，就是伯爵茶的那一种感觉，但是它再稍微干燥一点点。可是我跟你的皮肤，那闻起来的味道不太一样。我的是偏酒一点。对啊，差蛮多的。所以它在每个人的味道上，对，在我身上有一种干燥的茶香感的感觉，我觉得两种呈现都不错。对，那这个很少见哈，通常商业香比较不会出现说，一个品相在两个人身上呈现不同的感受。欢迎来这个蛮特别啊。对，我觉得它的味道，就是可能你去感受到的香气可能是会稍稍不同。我觉得它整体是蛮特别的。跟以前闻到 YSL 香水不太一样，因为 YSL 它还有一支很有名是那个巴黎那一支，Paris 那一支也是带比较果香，但是那一支就是再清爽一些的果香加花香的感觉。这支的确有走出 YSL 以往那种不太一样的风格出来。OK， 好，我们前调先在这边，待会来看看它会不会有后调变化哦。好，拜拜，拜拜。好，自由不羁，后调回来。现在自由不羁到哪儿去了？我觉得我有变，我先讲。好，这个你先。从原本我说中古世纪的地窖，对不对？现在已经搬到了时尚的奢华晚宴，时尚舞台的吗？真的，这个前后大概落差有500年这么久，没那么黑，对，没那么黑暗。对，真的有，没想到商业香也是有可以时光拉的这么的。对，我觉得这次真的还蛮好闻的。对啊，对，现在有时尚派对的味道，木味，有点飘的那个味道是什么？对，叶子的味道。但是它的整体味道还是属于圆润饱满，而且是丰盈的，就是很丰富的在里面，那圆润的包覆着。来，伟霆讲一下，目前这一支，味道还是蛮多样的，它是以前调的那个基调为基础，我觉得没有变太多，但它的那个底蕴变得有一点飘，不知道是烟味还是微微的木质味，是什么檀香吗还是什么的？对，有闻得到一丝这种片味的，对，烟叶子啊什么的。Yeah， 是不是？我觉得它的后调把我前调闻到的那个更多的那个茶叶香更多了。对啊，我的味道一直跟前面的不会差太多。所以你这一趟回来，对于茶叶的那个嗅觉味道更多一些，比较接近他刚刚闻他手上一开始就闻到的味道，茶叶香，对啊，那叶香还是什么的。对，然后中后现在又多了一些很像栀子花的香气的那种花香对，我觉得它的味道花香更多一些，然后再加一点茶香的感觉。是。虽然我们一直说茶香，可是它其实还是很时尚的味道。对，是啊。它那个有点酿味，我觉得还是蛮明显的。我觉得前后给我最大的差别就是从中古世纪跳到现代时尚，味道居然可以把它做这种落差。
也是蛮特别。但是你说它整体有没有改变太大？我觉得其实并没有啦，对吧？对。但是它可以让你的时间感可以从500年，然后回到现代那种时尚的那种宴会，确实有它厉害的地方。现在就有这种 YSL 走在时代时尚尖端的这种味道出现。对，我前阵子看一个那个好像是 LV 的2024年的春夏大秀，它就是在那个很像你刚刚讲那种中古世纪，他们欧洲不是很多那种宫殿嘛，它就是在一个宫殿，然后很多柱子，他们把那种柱子就是整个用那个帷幕围起来，然后我觉得它就你刚提到像那种感觉在里面，就是有帷幕跟那种中古世纪感的那种柱子，然后再加上现代的那一种元素在里面，对，就整个感觉非常的时尚感，既时尚又复古，我觉得还是厉害。果酒的那个韵味啦，然后后面就转茶香，就是你刚感受到那个韵味的时候，就转茶叶，它那个叶的要素蛮重，对，茶叶香，很像做一个衬底，对吧？对，不会让你酝酿到底，因为不然会太浓的感觉，对，不然会太好像甜腻，对，那这个好像一抹的茶叶，对，给它把它这个怎么样甜腻感消掉了一些，还不错，好，连心弟，那这边这一支后调有没有什么要？整体我觉得非常的让我觉得很惊艳的一个味道，对，跟我原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而且它前面的感觉，一开始喷的时候1分钟跟现在，我觉得又是完全不一样的走法。因为前面它的那个果香，我觉得还蛮算是带到有3分甜那么多，但现在没有，然后反而是更多的花香跟茶香的香气，然后感觉是非常的现代时尚感的感觉，很好闻。好，那伟霆呢？就刚刚讲的，对，就刚刚讲的，我觉得它微糖，微甜，但不用担心它的甜，这样，因为它的甜不像是硬要添加进去的，比较像是它那个水果的那个酝酿时候的那个素材所自然形成的那一种微甜，然后也不会粉或妩媚这样，所以我觉得男女穿都蛮适合的。OK， 就走一个比较中性时尚的感觉。对，那原本这一支要介绍它的时候啊，我在看销售，我是满心期待。那喷在手上的时候，就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下去了，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特色。但是到了5分钟，一直到现在的后调，我觉得那个画面，人家说话不要只听一半而已，你要把整个故事听完整。对，那这个就有点像把故事听完整。你需要经过前面，然后再比上后面，哇，你就知道这个中古世纪加上了流行现代元素，这种复古又现代的融合，才是这一支绝妙的地方。对。好，所以话不要听太快，事情还没有走完，这是我对这一支的注解，还不错。来，那帮我们讲一下这一支，持香部分0到10，两位会给几分？持香，这样讲持香准吗？因为那个没有太久。对，没有太久。你觉得我们要你目前闻到的推测一下，推测它会不会很久？6、7个小时，不会到太久，但还也是 6、7算蛮久了。因为我平常闻的都比较怪物一点，对，怪物的6、7个小时，4、5个小时，4、5个小时，上班足够。对啊，我觉得它标准的表现啊，淡香下班到家会有点微微味道那种，正常上班族喷的是 OK。出门出去还要不要再补？到你回家不用，到家后衣服还会有点微微的味道。OK， 好，那没错。0到10分，你会给他几分？两位总分吗？总分。以持香，以持香这个，我们现在M4有点久没有。持香、扩香，然后再一个整体分数这样。持香7分，正常的商业香偏优。
OK，商业香偏香这样 OK 讲蛮明确的。好，那林心理，我觉得它的持香来讲，在商业香的淡香精算9的，9分，9分 OK。好，扩散性呢？这支扩散感，旁边的人在喷的使用者旁边附近，感觉会给他几分？它意外的没有很扩，维持在一个中度的范围，OK，一个7、8分吧，7、8分。好，我觉得在一个礼貌的范围内，也9分有，9分也有。好，但别人一定闻得到，不会过头，在一个蛮舒服的范围。是，好，这支真的蛮推的，各方面都蛮平均。那这一支我们没有预先的那个跟伟霆讲说我们要拍这一支，完全就是找他来盲测一下这样子。我们也是没有做功课，只知道这一支去年卖很好，对，我们也想了解说，对，我们也想到底在卖这么好是什么原因呢？对啊，了解一下。那现在终于知道了。那我不晓得大家买回去有没有跟我们一样的感受，就是它前后，有没有像我们影片所说的这样子？好，那实际上你自己试了，你才有办法知道啦。非常谢谢2位跟我们一起介绍这2023年。还没有给。对，整体分数好是。整体分数也是1到10分。8分。8分。你看它这么低。好，我觉得不错了。8分。不，你的标准以你的标准。我想一下，8分我觉得很高啊。8分是高，8分是高的，还不错。各方面都很优秀，这样是。好，来林心地，你给几分？以商业香来讲，我要给他9.5分。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一支。是。对，而且我觉得它如果是以自由不羁的淡香水跟淡香精，它有分好几个等级嘛。那这支我觉得更适合就是30岁以上使用，而如果是20岁以上，可能就是使用淡香水。对，我觉得这支再稍微多一些层次在里面，然后有一些故事性在里面的感觉。是，好，很明确。非常谢谢2位今天帮我们介绍这一支2023年销售第1名的自由不羁。下一支见，拜拜。拜拜。